狐狸猫约了大家一起去烤肉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努力煽风点火，好不容易可以烤肉了。狐狸猫说：“生活真是辛苦啊，我们快开始烤肉吧。”但是随着风向的改变，烟的方向也随之改变。大家为了闪避浓烟四处换位置，负责烤肉的麦麦因为吸了太多烟而出现了头晕症状。麦麦说：“哎呦，我怎么好像有点头晕嘞？”黎黎看麦麦吸到太多烟了，就问他要不要到旁边休息一下。看到麦麦不舒服的样子，狐狸猫想到是因为木炭燃烧产生的气体造成的吗？之前学过金属燃烧后会有什么产物产生，这次变成了非金属，又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仿照之前的燃烧实验，准备能提供稳定火源的酒精灯、燃烧池，而最重要的是要佩戴能保护眼睛的护目镜，以及我们这次要燃烧的常见非金属碳、硫。首先燃烧的是碳，燃烧的碳会有红色的火焰，没有特别的味道，也没有看到生成的物质产生。狐狸猫感到疑惑，碳的燃烧怎么不像金属，燃烧后会有新的物质产生呢？于是便寻求小树蛙的协助，看了实验步骤与记录后，小树蛙说：“我们知道碳燃烧会有二氧化碳，因为二氧化碳无色无味，所以观察不到碳燃烧后的产物。”狐狸猫又问：“这样就不能像之前燃烧金属一样，让碳燃烧后的产物溶于水吗？”小树蛙表示：“看来需要捕捉这个二氧化碳呢。”我们先升级实验装置，在广口瓶中加入一些水，并准备玻璃片，将碳燃烧后放入广口瓶内，并用玻璃片盖住。等燃烧完毕后，把燃烧池抽出，使用玻璃片封住广口瓶，开始摇晃。你觉得现在广口瓶内的溶液是酸性还是碱性呢？狐狸猫说：“金属燃烧后的氧化物溶于水呈现碱性，非金属燃烧后溶于水可能也是碱性吧。没想到使用广用试纸检验，呈现浅绿色，居然是偏酸性。”小树蛙接着说：“我们平常喝的碳酸饮料就是二氧化碳溶于水哦。”狐狸猫明白了，所以二氧化碳溶于水会成为碳酸，原来如此。于是狐狸猫便跟小树蛙叙述了烤肉时麦麦头晕的情况。那个时候麦麦吸了太多烟而头晕，可是我们燃烧碳不是产生二氧化碳吗？二氧化碳应该没有毒吧？为何麦麦会不舒服呢？小树蛙想，是不是碳没有完全跟氧反应，变成二氧化碳呢？狐狸猫疑惑，除了二氧化碳，还有别的吗？小树蛙表示，除了二氧化碳外，也可能会有一氧化碳。当碳在氧气不足的地方燃烧时，每个碳只能分到一个氧，就会产生一氧化碳。那一氧化碳有什么危险呢？当我们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，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，导致我们缺氧哦。狐狸猫吓一跳，一氧化碳中毒？那是什么？听起来好可怕！而且为什么会导致缺氧呢？小树蛙回答：我们知道血液里有红血球，而红血球含有血红素，一氧化碳和血红素的结合力远大于氧气和血红素的结合力，两者差了约250倍。狐狸猫了解了，原来一氧化碳会抢走氧气在红血球的位置。小树蛙继续说：对啊，所以靠着红血球运输的氧气就无法被携带到需要的组织，进而影响人体器官的运作。而且因为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一样是无色无味的气体，所以大家往往没察觉到已经中毒了。狐狸猫又问：那一般来说，一氧化碳中毒有哪些症状呢？轻度一氧化碳中毒就像麦麦那样，可能有头痛、头昏、恶心、呕吐、心悸、眼花、
四肢无力、疲劳等类似感冒或肠胃炎的症状。进一步中毒可能会嗜睡、视力模糊、呼吸加速、心肌缺氧或梗塞、心律不整、呼吸困难。更严重，当然就是有死亡的危险了。真是可怕！那我们可以再把一氧化碳燃烧变回二氧化碳吗？没错，这等于是让一氧化碳和氧结合，就又生成二氧化碳了。不过一氧化碳还是很危险，所以大家烤肉的时候要在通风的地方哦。接着，狐狸猫将燃烧的物质换成黄色的硫粉，一样在广口瓶内燃烧，并盖上玻璃片，可以观察到燃烧的硫，火焰为蓝色，且有刺鼻味。大家记得要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实验哦。好臭哦，像鸡蛋坏掉的味道。小树蛙告诉狐狸猫，燃烧硫的时候产生臭味，代表可能有气体产生。等硫燃烧完毕后，将燃烧池抽出，并使用玻璃片封住广口瓶，开始摇晃。你觉得溶液的酸碱性是什么呢？狐狸猫觉得会跟二氧化碳溶于水一样，是酸性。使用广用试纸检验，会呈现红色。没错，金属燃烧后的产物溶于水，会使溶液变碱性，而非金属燃烧后的产物溶于水，则会使溶液变成酸性。对了，狐狸猫，你有听过酸雨吗？狐狸猫听说过，市区跟工业区会下很多酸雨，淋到会变秃头，所以爸爸都叫他要撑伞。小树蛙说，其实大自然的雨水本来就是弱酸性，因为大气中含有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在常温时溶解于雨水中，并达平衡后，雨水的酸碱值约为 5.5。狐狸猫觉得很奇怪，雨水本来就是酸的，为何还有酸雨呢？其实这跟我们刚刚做的实验有关哦。燃烧硫所产生的气体叫做二氧化硫，虽然酸雨的化学组成有很多，但是科学家透过实验证实，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。那这些气体平常是怎么来的呢？二氧化硫与使用化石燃料、火力发电厂运作、燃烧含硫有机物有关，而氮氧化物主要来自工厂高温燃烧过程、交通工具排放等因素。在日照的影响下，这些气体会与大气中的氧气以及水汽反应，进而转变成硫酸跟硝酸，使雨水过酸变成酸雨。那酸雨除了会使大家秃头外，还有什么危害呢？首先，酸雨会对建筑物造成危害，如大理石材质的建材会受损，也会影响农作物以及土壤，使土壤中的养分流失，影响植物吸收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。而且过度吸入这些气体也会影响人体健康。所以如何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，是我们要持续努力的地方。狐狸猫将今天学习到的内容进行重点整理。非金属燃烧后的产物溶于水，水溶液呈现酸性。碳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但氧气不足时，则会有一氧化碳产生。而硫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硫，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最后，要请各位同学想一想，我们都说瓦斯热水器不能装在室内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